這個還繼續，咱們就說咱们這個構圖。構圖當中啊，上次我給你們介紹幾種啊，人們經常用的幾種方式，各种構圖方式。有 S 型構圖，其實它也是為了平衡這個畫面的平衡。像 C 型構圖，像 E 型構圖，還有那個起承轉合，還有這個陰陽魚，還有對角線等等，很多說法呢啊。甭管怎麼說，它這些個構圖的方式啊，都是為了什麼呢？為了均衡。你甭管是這個是對稱的呀，還是均衡的呀，它都是为了这个兩邊不是一邊沉，達到這個效果就行了啊。像平衡就等於像這種是中間一根棍兩邊呢，這個物體都是一樣大，一樣的形狀，一樣的顏色啊，達到平衡。可是呢，均衡它就是屬於兩邊不一樣，就好像一顆大白菜，舀一顆大白菜，這個秤呢，這邊沉，這邊沒東西，壓上一個秤砣，秤砣很小，但是感覺平衡了。其實這種平衡就是均衡，是咱們最需要的啊。當然，這構圖裡頭還有其他的因素，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因素就是疏密。咱們講到了這個畫山石啊，畫樹木啊，要有疏密。但是在這個構圖上呢，這個疏密還反映在空白上，空白就是疏，你這樣畫就是密。小方面呢，就是一個岩石啊，你畫一個岩石，那它呢本身就有疏密。假如說你要是沒有疏密的話，你看，這就非常難看，非常難看啊。你有疏密了呢，哎，這就密一點，哎，它就好看了，是吧？小到一個山石，大到一個空白，當中都是這個構圖因素。古人非常重視這個，古人說這個疏可走馬，密不通風，說的就是這種疏密反映出來的這個美啊。那咱們畫畫的時候呢，既要注意局部的這個疏密，你看這疏這密啊，又要注意了整體當中的這個空白，就是咱們說那個 S 構圖啊，C 型構圖啊，那肯定是那 S 就是密的地方，疏的地方呢就是空白那些地方啊。行，咱們呢用這種大的疏密、小的疏密來構這個圖，咱們用這個 C 型構圖來完成這張畫啊。你看咱們現在學到這種程度了，就是可以不按照那個程序走，就是說先勾，再皴，再點，再染，咱們就可以連皴再點，連染再皴啊，連勾再皴，都一氣呵成了。也就是說，不給它分開了啊。其實這繪畫啊，不分開一氣呵成，更容易造成氣韻生動啊。這個剛才蘸了墨了，這個墨呢，究竟合適不合適？咱們先點。這個上次說這個呢叫問紙啊，問問這個墨在紙上合適不合適啊？你看這塊平均了，這兒點點點兒，哎，那就很好看了啊！你看疏密，你看這兒有點小石頭，這就密。這兒皴，咱們這是解鎖皴啊！你看解鎖皴，哎，這疏密造成疏密，它就是一種美啊，就是一种美。你看这地儿，这不是都是大的結構嗎？來點小石頭啊，小石頭當中也有大小區別啊，大小區別。為了讓這個繪畫當中啊出現美的東西啊，
你看这個疏密是不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啊？這個古人說這個密不通風，疏合奏馬，還有一句呢，是什麼呢？亂而不亂，密不通風，疏合奏馬。哎，這地方呢，看着亂，但是它又不亂，裡邊有很多讓人想象的東西啊。所以說呢，在咱們畫這個的時候呢，哎，也要注意，不要畫得過於整齊啊，不要畫於過於整齊。哎，咱們準備在這兒畫樹，再畫遠山，這就是 C 型構圖啊。你甭管是怎麼一個 C 是吧？它這種構圖，它就是 C 型構圖啊。好，你看畫這畫啊，它始終在調整啊，生發跟收拾，並不是說對半對的啊。生發就是你一邊畫一邊想，一邊想一邊再接着畫啊。收拾呢，就是你看這裡頭，如果說這段距離一樣了，怎麼辦呢？哎，這地方就可以再加密一些個啊，這就是收拾，隨時隨地的看着哪兒不合適，哪兒就要加啊。這地方都可以加點碎石頭啊，讓它密一點兒，這兒要讓它密一點兒，這兒過去啊。你看這都是畫過的地方，還得來回收拾。其實畫畫沒有說這個固定的時間啊，固定的這個程序啊，都是隨時隨地的去改动，隨時隨地的去生發和收拾啊。你看這就比剛才要豐富一些個了啊。你要筆乾了以後，也可以在這個重的地方給它擦一擦啊，讓它這裡邊的肌理更加豐富啊。再接着，這水多了，我跟这兒吸吸水吧。剛才畫這一筆就覺得這個水多了，或者在其他的紙上來，我用那個吸一吸，水多了，隨時隨地的調整，你看，哎，這個就行了，這個就行了啊。你看這個地方呢，我準備畫一個小橋，這個橋呢還是木頭橋，哎，這麼畫過來，你看，這是橋面，這是橋幫，這是橋底下那秤，哎，幾個豎線呢代表着這個橋墩，木頭橋墩啊，這樣就可以了啊。這地兒到時候畫個小孩啊什麼的都可以啊。小孩拿一個長杆，可能放鴨子。這地方呢有幾個小鴨子。這就有意境了啊。橋下邊呢也有一些個小瀑布、小溪流啊，让它冲這邊吧。这樣點就有情趣了，一邊畫一邊就想着，哎，我怎麼把這個東西畫得更有意思？實際上這個就是小畫眼啊，就是小畫眼。這鴨子畫的呢，有疏有密就行了啊。至於我畫的像不像，都無所謂，只要一看呢就是個跟這兒游着的鴨子就可以了。最後它乾了以後，再可以稍微再加一加也可以啊。然後上邊呢，加這個樹，加點小樹，就用這個單鈎就可以。為什麼用單鈎就可以呢？因為這個雙鈎啊，你畫完以後就太大了
啊。哎，畫樹也是有疏有密，你看這俩挨着，這個呢離遠一點啊，這地方呢也有呼應着一些小樹，就可以了啊。上邊再畫一个小草棚。究竟是这小棚怎么上去的？这道呢，也可能是在后头呢，也可能这儿露出点道来，都可以，都没关系啊。跟着后头绕过去了就可以了啊。你看，我把这小鸭子这个有点淡，我给它再畫幾個重的，也不見得非得描這個啊。這個再畫幾個重的。都可以啊，有黑鸭子，有白鸭子。下邊呢，咱們在這個樹這地兒啊，樹根點點兒，省得這個樹呢，它長起來呢，這個有點沒根基。然後這些地方呢，再調整一下，把這地方，小石頭多的地方啊，可以多點點，可以散點，讓這個石頭呢，麻麻叨叨的，這地方有很多很多的東西，讓它蒼勁，讓它蒼茫，啊，讓它蒼茫起來。包括這個草的這個地方，也得用乾的筆再畫一畫。跟着用稍淡一點的墨色，點點，這就屬於這個春天的這種小樹剛冒芽兒那種啊，這個點呢不要太大，就是小芽兒，那就說既要點又要把這水分控制住，哎。這地方呢也可以點，究竟是什麼東西？那是一種象徵的，那種到處都有發芽那些個東西啊，到處都有，讓它春天春意盎然那種感覺出來就可以啊。下邊呢加點水草，這水草啊又要注意提按了啊。像這個岸邊就是水岸的旁邊這兒呢，一般的摁提，哎，長點水草，你看，這草互相交叉，有起來的，有下來的，接上不對的有點，也就說明這個地方啊，它是水岸啊。一定要有臥倒的，有抬起來的，這就比較好啊。摁提啊，這地方呢也是這種水草和這個點兒都要存在，你看這地方也得有點點是苔蘚啊。這次就把這種感覺畫一畫。這咱們畫遠山的時候呢，這個筆呢適當的要比那個大一點，蘸水比原來畫線要多一些個，然後蘸墨呢要淡一些個啊，畫那種霧蒙蒙的那種感覺，畫的時候呢不要快，讓它有陰出去一點的感覺啊。
阴出一點兒。這樣的話呢，有这樣的話，它就有那種陰的那種韻味兒，陰出的那種韻味兒。為什麼鮮花進出呢？進出的東西在前面，遠處的東西在後邊。這樣的話，它在前面，它在後邊。這麼一畫呢，它這個就有這種霧蒙蒙的這種感覺了啊。真美啊！水多，水要多點儿。咱們竖着畫呢，这肯定这个水受影響。水要太多了的話也不成。但是呢，咱們這個還是略微的水多一點兒啊。水太多，它該流湯了。包括咱們這個小亭子旁邊也要有霧氣，特別是這個樹後邊也有霧氣啊，霧氣。用筆要慢一些個啊。像這種淡墨呢，要把山腳這個水岸的邊兒也要染一染，讓它和上面啊產生這個呼應，這地方也出現水的效果。像這暗的地方，就手给它畫上淡墨，也不要平均。你要整個上邊少，下邊可以多一點，包括把這小石頭有時候都染上一點啊。這就是疏密啊！你看這地方染的多一些個，特別是那個坑這深進的地方染的多一些個啊。還可以破墨，樹後邊再拿比剛才那個墨色稍重一點的墨再破一破它，破一破，這都可以，這都可以。但是一定要注意，比這個要深不了多少啊，不要過於深。哎，再加一加，再破一破，這就可以了。你看，這就屬於 C 型構圖啊，啊，這就是題字也行，這兒題字也行啊 ，C 型構圖。咱們今天主要是講的是這個疏密啊，這個疏密在構圖當中的作用。這就是疏，這就是疏，這就是密，這就是既白當黑啊。雖然咱們留白，但是就跟咱們這個畫的雲一樣啊。我這個地方啊，這個有點過深了，咱們再往過畫畫，把這橋襯一襯，把這橋襯白點。橋後邊你看畫一點，也不要完全都畫，這兒有點白更自然啊，更自然，讓它長短不一，整和碎穿插着進行。這兒是整和碎啊，整和碎不要太多了。就可以了。这是咱們上顏色，咱們這個上的這個顏色呀，就是春天的那種桃花剛開的那種顏色。在上其他顏色之前呢，可以先把這個這個石頭啊，還有這個小房子、小草棚，用赭石勾一勾，使它有一種這個過渡，這個橋的人物也得勾一勾，人臉呢用這赭石蓋一蓋，啊，
就是这種赭石勾完以後呢，它这个墨不是那麼突然，感覺厚實了很多。另外呢，這種顏色跟咱們將要畫的那種春天的那種桃花那種顏色啊，它很容易協調，很容易協調。你看，這就厚實了很多，的感覺很豐富了，啊，加上這些個東西。然後用染凸或者染凹的方法，把這個山石呢，這染凸，啊，染凹，把這個裡邊的這些小白點啊，都給它堵上。這水分呢也是相當的。相應的呢要多一些個，哎，你看，相應要多一些個。其實用這個筆，這個來回往上點着這麼畫。它有一種厚實感，比那個刷要厚實，刷是薄氣的，這麼往上點是厚實的。然後那個筆小一點也沒關係，它出來的點兒呢很多是豐富的啊，很豐富的啊。這個也稍微的畫一畫。另外呢，咱們這個小亭子上邊呢，用淡淡的黃給它抹一下。不見得都抹到，上面留點白也沒關係，是吧？然後這個用花青，這兒有，用花青把這個雲，哎，也是淡淡的啊，淡淡的用花青把這雲掃一掃，這可以用大一點的筆。也不要掃得快，這麼點着往上畫，讓它有點往出陰的感覺啊。真漂亮，往出陰的感覺，你看，不是動作不是很快，不是刷。你看，這個墨不多了，顏色不多了，在旁邊再加點這種小的，這就有整有碎啊。這不是很快是吧？哆嗦哆嗦，哎，哆嗦出來的東西是豐富的。下邊，這回啊，我該往上甩點兒了。甩什麼點兒呢？甩這個桃花那個點兒。桃花那個點兒呢，就是有白，有大紅，啊，白是多一點兒，大紅有一點兒就可以了。讓它甩出的那種是這種粉紅色的顏色啊。調一調，把它放在這兒。甩哪兒呢？
這個樹這個地方，其他地方選上也沒關係，白地兒選上也沒關係，讓它一種春，這上面也有點也没事啊，一種到處都是飞花的感覺啊。然後再調的時候深點或淺點都沒關係，跟那個不一樣也沒關係啊。要的就是那變化，你看亮點也沒關係，你看這是亮點的，你看比剛才那亮點是吧，也沒關係啊。這春天呢，它是無處不飛花是吧？到處都飛着花呢。然後少量的再加點那種下邊有綠芽的感覺，小草啊，或者是其他的小植物啊，有點就行啊。也就是说，有这个颜色，有这颜色，肯定是有一个是主色，一个是辅色啊，这是主要的，这都是次要的。然后再加上个文字。暖，哎，这个好，应该这个绿叶好，就行了啊。我再盖上，到时候再盖上章。